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随着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对省会城市和北部重要地区的进攻，使得阿富汗政府军节节败退。在8月10号，阿塔已经成功占领了法拉省的西部首府法拉市以及首府普勒护姆里市，并向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逼近。另外，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还在8月11号发表推文称，阿塔在当日征服了东北部巴达赫尚省，也就是说，阿富汗塔利班在短短的6天时间内攻下了9座省会城市。就现在阿富汗国内的局势来看，政府军已经丢失了整个阿富汗大约85%的地区，阿塔取得最终的胜利成定局。与以往不同的是，塔利班这次似乎吸取了过去20多年的深刻教训，他们这次在接管城市以后，开始约束士兵，并积极保护市民的财产。在巷战结束以后，立即组织消防队对遭受空袭的民居和市场进行灭火。所以，很多人已经改变了态度，开始支持阿塔。但就以往的所作所为来看，阿塔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慢慢弥补。据了解，此次阿塔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这其中离不开美国人的助攻。在阿塔发动对各个省会的攻击之前，美媒《军事时报》一本正经的对外曝光称，美国军方获得了情报，塔利班正集结重兵，准备结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一举向阿富汗南部的第一重镇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市发起总攻。为此，驻中东美军还跟以色列方面接触，在拉斯卡尔加市外围发动空袭，意图消耗塔利班的进攻力量，帮助阿富汗政府军守住重镇。不过，令人难堪的是，美国所谓的情报竟然是塔利班的计谋，装作围攻南方重镇，但真正的目的却是西南重镇扎拉吉。随后还一鼓作气拿下了法拉市以及首府普勒胡姆里市。不得不说，美国人的假消息这次把阿富汗政府军害惨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临实力越来越强、实力越来越大的阿塔，阿富汗政府军坐不住了，开始向美国寻求帮助。然而，拜登的表态着实让人寒心。他告诉记者称，他并不后悔撤军的决定。阿富汗政府军现在必须为自己战斗，为国家而战。从拜登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态度。近期来，在美国的带领下，总有一些国家不知深浅。尽管我国多次警告不要一再触碰我国的底线，但他们还是把我方的警告当成碳水器，不断的挑战我国的耐心。尽管我国外交部多次声明，台海问题就是我国的底线，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但是立陶宛这个总人口还不到300万的国家，把我们的规劝当成了耳边风，不但没有听取警告，还变本加厉挑衅中国。从19年开始不断干涉我国内政，近日又公然退出中国东欧合作，并宣布在台海地区建立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设立了所谓的代表处。这样的举动激怒了国人的愤怒，也引起了中方不满，因此中国开始砸重拳反击了。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我国外交部表示，鉴于立陶宛政府在多次不顾中方的警告，反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挑衅和损害的行为，中国政府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政府也立即召回驻中大使。中方严正声明，国际社会中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中国人民和政府坚决维护祖国的利益，中方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坚不可破，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不能踩在这条红线上。同时也希望台当局能够早日清醒，避免陷入一些恶意的圈套。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立陶宛政府这样的行为属实愚昧。一个人口总数还不到300万，人均 GDP 不到2万欧元的国家，还敢跟中国作对，无疑是在自寻死路。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以前的中国了，中国综合实力强悍，在国际上都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就连美国跟中国对抗都是留有分寸的。单凭立陶宛政府就想和中国对抗，简直是太可笑了。中国召回驻立大使很可能仅仅是第一步，之后的中立关系很可能会更为紧张，而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立方的责任。总之，中国的态度已经变了。我们之前就对这些挑衅我国主权的国家一再的警告，但是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还加大了挑衅的力度。立方要明白的是，中国不是你们这些小喽啰能惹得起的，并且不要以为这样挑衅中国就能什么事都没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没有一个立陶宛合作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所以我们的账在今后还需慢慢算。
在8月10号，外交部突然宣布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这则爆炸性消息一出，引发强烈讨论，为何中国要对立陶宛出重拳？当天立陶宛为何乱了？这件事的导火索就是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仍然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敢做出这一举动的，因为这是公然破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随后立陶宛还嘴硬狡辩，本着一个中国原则，立陶宛同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决心发展同台湾互利关系。对此中方回应，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嘴上说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却公然为台独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事实上，今年以来，立陶宛反华操作不断。5月，立议会通过涉疆动议，随后又宣布单方面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之后又允许台当局设立代表处。几乎美国的每个反华政策都有它亦步亦趋的影子，而立陶宛一系列反华动作和美国逃不了干系。分析称，立陶宛高度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庇护，立陶宛试图通过打台湾牌吸引美国注意，提升自己对美国的价值。然而，在立陶宛接连得罪大国的时候，他自身都难保。在10号当天，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乱了，至少5000名抗议者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政府撤销针对未接种疫苗人群的歧视性政策，封锁首都议会大厦所有出口，禁止议员们离开大楼。而这场抗议逐渐演变为大规模骚乱，遭到警方严厉打击，导致示威者和警察受伤。在这件事上，他们又展现了西式双标，不仅是抗议示威，立陶宛还面临难民疯狂涌入的困境。自6月起，从白俄罗斯非法入境的难民开始暴增，为阻止难民入境，将在白俄边境修建铁丝网屏障。立陶宛向欧盟求助1.5亿欧元，但在10号被欧盟委员会拒绝了。虽然欧盟一脚踢开了立陶宛，但该拱火还得拱火。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盟表态支持立陶宛发展对台关系，并对中国行为予以谴责。中国有权对损害主权的行为做出反击，美欧有资格说3道4码。美欧躲在后面拱火，冲在反中俄一线的立陶宛必会被大国的怒火烧得体无完肤。随着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于近日正式启动，世界各国媒体便开始报道。就拿英国媒体相关网站报道的消息来说，他们认为中俄此次联合军演是3战警告，摆出一副高姿态，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紧张，中俄军演是非常危险的。相比之下，美国媒体却对此非常担忧，认为最近中俄联合演习合作深度以及实用程度都超出以往。美国这是怎么了？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在针对中国这方面可谓是加大了力度，派出军舰军机叫板中国的同时，还拉拢其盟友企图对中国进行围堵。不仅如此，就连在台海问题上，该国为了遏制打压中国，都不惜冒出引爆冲突的风险，狂踩中国的底线。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没有人不清楚，想让其低头是不可能的。也正因如此，哪怕是现在频繁打压中国无果，甚至遭反噬以后，也没有一丝要缓和关系的意思。全球军事最强国、超级大国这2个称号，早已经让美国位居高位不肯下来。可如今怎么反倒开始担忧？对此，西方媒体表示，美国和英国的剧本拿错了吧？在分析看来，美国担忧的不是别的，而是中俄联盟。目前俄罗斯能源、农业以及重工业的发展潜力非常大，和中国经济互补性非常高。在此背景下，一旦中国的光刻机、发动机和芯片等高科技搞起来了，可以说中国俄罗斯完全不用再担心包括美国在内西方的任何制裁。再从军事上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同为全球大国，若是在军事上也能进行能力互补，同时结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美英等西方进行抗衡，那个时候美国还能欺负得了中俄吗？说白了，这才是美国最担忧的地方。如今美国频繁在中俄家门口搞出各种军事动作，这次中俄联合军演很可能就是在让其发出强硬信号，要玩就玩大的，中俄有决心和能力回击任何挑衅。据悉，中国国防部针对此次中俄联合军演明确表示，演习的课题就是联合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不难看出，如今的中俄不仅是背靠背互相支持，也是肩并肩紧密合作，两国始终会是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再怎么挑起事端，到最后都是无用功。想来也是有趣，此前美国一直挑拨中俄两国的关系，可现在中俄联合军演无异于狠狠给了该国一个耳光。这次只是中俄展示坚强决心，向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倘若继续对付中俄，难保未来中俄不会抱团，届时被誉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就会意识到再也无法击败中国和俄罗斯。